每月最高900新元，直接打进银行账户，不用申请，不用填表，连手机都不用点，只要你符合条件，政府自动发钱。这就是 Silver Support Scheme 银发补助，新加坡最被低估的养老福利。但很多人65岁了还在问，我怎么没收到？不是政府忘了你，而是你可能错过了关键条件。今天这期视频就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你，2026年最新政策下，银发补助到底谁能拿，拿多少，什么时候到账？要拿到这笔钱，你必须同时满足5个硬性条件：第一，你是新加坡公民；第二，年满65岁；第三，终身住在新加坡；第四，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1700新元，2026年新门槛，此前为1500；第五，名下房产年值 AV 不超过13000新元，这基本覆盖所有 HDB 组屋，包括5房室，但部分私人公寓或排屋可能超标。关键在于家庭人均收入，不是你个人收入。如果你和配偶一起住，2人总收入除以2；如果和子女、孙辈同住，全家总收入除以总人数。比如一家4口月入6000，人均1500，符合资格。但若只有你和老伴儿，2人总收入4000，人均2000，就超了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这是最多人踩的坑，以为自己收入低就行，结果因与高收入子女同住被筛掉，政府根本不用你申请。IRS、CPF Board、HDB 和 IPTO 后台自动联网核对数据，65岁生日一到，系统立刻评估你过去12个月的家庭收入和房产信息，如果达标，3个月内就会收到第一笔款项，之后每季度发1次，全年共4次，金额固定不变。那到底能拿多少钱？银发补助分5档，从每月200到900新元不等，取决于人均收入和住房类型。例如独居老人住3房式组屋，人均收入800新元，2026年可领700新元；夫妻住4房室，人均1200，可能拿500；而住1房室或租赁组屋，人均收入低于700的长者，最高可拿900。这笔钱直接打入指定银行账户，完全免税，也不影响 GST Voucher 或 ComCare 等其他福利。很多人以为我没工作，没 CPF， 肯定能拿。但现实是，如果你名下有2套房产，哪怕1套留给子女，只要年值总和超过13000，就失去资格。同样，若子女年薪20万，而你们共用同一住址和水电账单，系统视为同一家庭，人均收入一算就超标。有些长辈为符合资格，主动迁出户口，单独登记住址，反而成功领取。这不是钻空子，而是合理利用规则。另一个常见误区，65岁后半年没收到钱，就以为自己不符合。其实不一定，系统看的是你65岁当月往前推12个月的收入。比如2026年3月满65岁，评估的是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的数据。若期间收入波动，平均刚好卡在线上线下，评估可能稍晚，通常2到3个月内到账，超过4个月才需联系 MSF 查询。更关键的是，银发补助和 CPF Life 完全不冲突，你可以一边领 CPF Life 养老金，一边收银发补助现金。很多低收入长者 CPF 余额不足 BRS，CPF Life 只给300到400新元，加上银发补助700，月入超1100，足够支付基本开销。这才是新加坡养老体系的设计逻辑。CPF 保长期储蓄，银发补助兜底短期现金流，两者互补，不让任何人掉队。2026年起，政府加强实际居住核查，过去只需身份证地址在本地，现在必须证明你常住新加坡。若长期在国外帮子女带孩子，哪怕户口未迁，也可能暂停发放。建议65岁前后尽量避免连续离境超6个月，并保留水电账单、门诊记录等本地生活证据。最后提醒，银发补助终身发放，但每年复审资格。若某年家庭收入临时增加，可能暂停；一旦回落，又会自动恢复。全程无需申请，全由系统动态管理。说到底，银发补助不是施舍，而是你作为新加坡公民应得的社会回报。现在就去 Simplex 查 Silver Support 状态页面，确认你或父母是否符合条件。此外，即使目前不符合，未来若收入下降或家庭结构变化，仍有机会在下一年度纳入发放名单。这笔钱1年最高10800新元，10年就是10.8万，足够覆盖医疗自付额、日常伙食，甚至偶尔请孙子吃顿饭。别让它躺在政府账上，而你却在省吃俭用。希望这期视频帮你把该拿的钱一分不少的拿回来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请点赞、订阅阿玲的新加坡，并打开小铃铛。下期我们聊如何帮父母一次性补 CPF， 同时激活 MRSS 和银发补助。别错过，我们下期见。